第56集，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是海恩。昨天讲的，后来看一看，讲的太发散了，而且好像在闲聊一样，这个给的资讯不够充分哦，所以早上起来，因为我下午还要去台北，我早上起来趁着这个刚吃完饭的空档，赶快再录一集，把啤酒的部分把它补充完毕哦。好，闲话少说哈，昨天铺陈那么多，都是在讲说啤酒其实，它跟清酒是类似的东西，因为都是谷类的东西，所以它酿造方式绝对跟葡萄酒、莓果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问题是他们该怎么去处理清酒会遇到的困难，就是在要把它酿造成酒的时候，那清酒的方法是他们两个困难。第一点就是，呃，其实都是没有风味的，就是本身谷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你说有麦香有米香好，那没有问题，但是那种风味比不上说真正的那种果香的东西哦。可是各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哦，我们在喝一些精品的啤酒，特别是比利时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精品啤酒来讲，台湾啤酒比较少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其他国家的精品啤酒，比如说比利时有一款叫做豪格登的这个啤酒，它的酿造方式虽然是比较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属于呃颜色要比较深才对，可是它酿起来其实是金黄色的，而且它有很浓的那种柑橘类的那种的香气，非常好喝，我很喜欢喝这个啤酒。这个它有一个不知道是比利时文还是德文的那名字 HA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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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吧，很早以前在好事都有卖，然后甚至在 Seven 我也曾经找到过，但是现在好像 Seven 也没有了，所以可能要去大卖场找吧，全联啊、家乐福啊可能会有，因为这个啤酒在台湾的销量其实很好，而且这个啤酒非常好喝。这个啤酒之前也差点倒，它有一段起死回生的故事哈，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同样的都是谷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它也可以酿造出那种柑橘类，就是果香的这个部分？就像清酒为什么可以酿造出这个瓜果类，苹果啊、香蕉啊，甚至凤梨啊，甚至帕帕亚、木瓜啊等等的味道，青木瓜的味道。青木瓜在日本人的定义是比较属于，就是水果类，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某些清酒它里面所谓的他们认为的青木瓜的味道，对我来讲比较属于说像芭乐味，青的芭乐，或是像 Sauvignon Blanc 那种葡萄的白葡萄的那种酒的气味。不过这个就是气味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说法不一样啊。虽然说有那种什么摄像什么陈谱仪啊，什么那种类似这种仪器，可以去分析它到底有哪些个气味的分子在里面，但是这个东西太昂贵，这是在实验室里面才有，一般酒造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哦，太贵了，没有必要，而且那还要操作人员。所以啤酒和清酒呢，一定有某些方面都是有它特殊的做法，造就它有特别的香味，这是同样的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呃，你要怎么都会遇到说怎么样把这个多糖体淀粉转化成为这个单糖，你才可以去酿造啊。我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啤酒跟清酒呢都会遇到这两个问题。所以虽然说他们两个呢，都是谷类型的酒，但是基本上呢，它有遇到同样类似的问题，可是他们用不同方法去，对，凯撒，我来了，我征服了，就是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酿造过程中，不论是葡萄酒，就是莓果类的、水果类的，或者是谷类的，只要他们有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说，这种解决的过程中一定会对成品造成影响。
造成影响。我讲的不是坏的影响哦，就是因为你要解决问题，你当然希望解决完了是要能够产生出好的作品嘛，就不会说解决只是为了产生烂的东西嘛。哎，有例外了哈，这个东西我个人，台湾米酒哈，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那个，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好，这个各位到时候以后我讲到这个再参考。酿造酒的部分，蒸馏酒的部分再提。啤酒呢，我昨天有讲过，它基本上分成大麦，它原料是麦子，可是麦子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基本上呢就好像大米、小米哦，这边有大麦、小麦，可是这中间的差异呢，还有什么几龄大麦啊，几龄什么什么那个，就是那个长的那个岁数那个。稻数那个麦穗那些数目，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谈。就是说，大麦跟小麦呢，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 （variety） 哦，就是同样的物种，但是不一样的品种。再往下一层的观念哦，那大麦呢，其实如果你把它采下来，把它剥壳拿去煮啊，或者是烘烤什么的。大麦通常会有坚果的味道，它纤维也比较粗，然后蛋白质比较少，然后它的呃拿出来就是你烤过之后煮成，假定真的把它煮成像可以吃的东西好了，它口感会比较不好，然后但是它淀粉质是够的，所以一般呢大麦呢，你说它虽然是所谓的作物，但是基本上呢，不论是在东方或西方呢，大麦都比较不是拿来作为真正的主食。我不是说它不能吃，我只是说，当你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何必选择这个呢？可是大麦也还有产量上的优势，而且其实大麦在不是号称在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千年前、6000年前就已经有发现有那个用麦子来酿酒的遗迹了嘛？这一点这个我们不考究了，就是说，所以大麦在东方的用途主要是拿来可能做成麦茶啊、焙煎啊，做成麦茶啊，或是添加剂啊，或什么类似其他的方面的使用，而不是专门拿来吃的。可以吃啊，弹尽援绝的时候，饥荒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吃啊，它也没有难吃到那种地步了哈。但是你有更好吃的时候，你就会吃更好吃的，这一点就是小麦的优点。小麦呢，我们一个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小麦去壳磨成粉之后，它一样会有这种像精米不合这样的过程。应该讲精麦的这种过程，也是要去那个麦的麦壳，那个还要念壳还是要念壳？我们先念壳好了，把它去掉之后，然后也是要去除掉一些东西哈。这个过程里面也会类似像在精米过程一样，会有一层一层，有些东西被去掉了。然后对于这个小麦来讲，它最后磨到了可以我们讲精白好了，可以把它磨到最后，主要是以淀粉跟这个蛋白质为主的状态底下呢，这种的东西叫什么？叫做面粉，我们一般用的面粉。然后它会随着里面的蛋白质的多寡、含量的多寡，因为它会处理哈，可以分成所谓的低筋、中筋、高筋的面粉。那所谓低筋、中筋、高筋面粉，就是跟那个蛋白质是有关，因为它会形成这种我们讲面筋嘛这样的结构嘛。如果有在弄烘焙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说，低筋面粉是比较松散的，蛋白质比较少的，它是比较适合做蛋糕的东西。然后中筋或高筋面粉就适合做那种大的面包啊，或者是拿来做这种，比如饺子皮啊，我们做这种需要延展性的这样子的，这种面团的这样的东西哈。那两个是不一样，当然中筋就是介于两个之间，那你看怎么调配？其实一般大部分不是用低筋，就是用高筋，然后再混上一点中筋面粉，好，这个做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般吃的这个甜点、面包、面食这些东西是以小麦为主，但是酿葡萄酒，
酿那个啤酒是以大麦为主，但是不论小麦或大麦呢，那小麦可不可以拿来酿酒？可以，可以哦。大麦的英文叫 lager，L-A-G-E-R，然后小麦的英文叫做 wheat，W-H-E-A-T，wheat。lager 跟 wheat 是不一样的，你看听名字都不一样了嘛。那大麦的部分呢，和小麦呢，都可以拿来酿酒，但是你要注意到它们本质上有差异性哦，就是里面内含物的不一样嘛。那大麦呢，拿来酿酒，酿出来的啤酒呢，我讲酿酒就是酿啤酒嘛，酿出来的啤酒会比较偏向于这种麦香，那种麦香是麦香工厂那种麦香，就是比较偏向咖啡啊我讲坚果啊，他们特别强调坚果的味道，咖啡坚果啊，就是比较那种核果类的气味。可是小麦酿的啤酒呢，通常就会比较柔和，会有麦子的味道。麦子味道怎么形容？他说有面粉的味道，或那种，我觉得这个会引不起食欲。但是意思是说有麦子的味道，那种麦子的味道当然是属于小麦的味道哦，它比较不会有坚果那些等等的气味。可是即便如此呢，我们主要拿来酿酒的是以大麦为主。我想这个很好去理解，因为小麦是比较适于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大麦也可以吃。那既然如果我们不常吃，有小麦的时候，我们当大麦就拿来做别的用途为主。那餐酒嘛，我提过了，所以大麦就成为很重要的酿啤酒的原料。这一点在东方或西方都是一样哦。那怎么解决我刚刚提到了说这个麦子你要怎么把它从多糖转换成单糖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里面富含的意义很复杂。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不管麦子或者是稻子、稻米哈，麦子、稻子、稻米这些东西呢，它都是麦子或是稻子的果实嘛。那果实目的是什么？是要给人吃的，不是嘛？没有人这么没有植物是天生就是要给人吃的，那是人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高顶端。对于这些植物来讲，它们有果实要讲种子的目的呢，果实跟种子是不一样的概念哦。这个可能是在一起的，可能就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然后里面可能才会有种子。比方讲像香蕉，对不对？香蕉是种子吗？不是哦，香蕉是果实，但是种子是里面的一点一点黑黑的那个东西。那西瓜也是啊，西瓜是种子吗？不是，它是果实，里面一颗一颗那才是种子。好，我们要搞清楚这种概念。但是对谷类的东西呢，它的所谓的果实基本上就跟它的种子是一样的，因为它只有外面一层、两层、三层，通常都有三层包裹住了哈。而且外面这一层的这个，不管是麦壳或是米壳呢，其实你把它精米之后，把它去掉这个壳之后，这个都可以拿来榨油，因为它里面有很高的油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讲米糠油啊，或是玄米油啊，或者是大概就类似这样东西，它绝对不是把精米之后剩下的米拿去压榨产生油，那已经没有油了，剩下那即便有油只有一点点而已。最主要的油的含量是在那个外面那层壳上面，2-3层的壳，包含那个最里层有一层皮的东西哦。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不要讲米糠油，大家会联想到，可能比较年纪大了会联想到以前台湾发生过的食安事件，米糠油中毒事件哈，那是因为好像存放不当吧，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反正各位去查，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而且米糠油的中毒应该是不可逆的那种伤害哈。就好像乌角病啊那种汞中毒一样，不可逆的伤害。不过那个不是油本身有问题，而是运送、保存或甚至加工什么出了问题。所以那是很早以前的年代了，非常早了，大概起码30几年、40年以前的事情了，30几年前的事情了。这点我们比中国要好了。台湾的食安虽然没有
那么的完善，但是我们是真正的有监督在抓这些东西。听说中国那个报道那个地沟油的那个记者，或者是报道什么什么事件的记者，后来都被消失了，就人间蒸发了，因为他们背后利益团体那个利益链实在太大了，所以可能不用政府出面吧，就有相关利益党人财路者，台湾不是这种社会哈，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大麦拿来酿造一样，小麦是一样的步骤，所以我只用大麦来举例就好了。大麦要怎么拿来酿造成为啤酒呢？首先呢，他把麦子采下来之后呢，他也不去壳，他就是把麦子采下来之后呢，大麦采下来之后呢，他就把它先研磨，之后不对，他把麦子采下来了之后呢，他会放在那种可能平地啊，或者是那种空旷的地方，或者是也是可以，现代当然是可以用那些容器啊，平坦的容器什么的，室内的，或者是有一个桶子像发酵槽这样的大桶子，麦子丢进去之后，它就开始洒水。那水当然会有控制一定的量，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这些麦子发芽，发一个小小的芽出来。为什么？就像那个稻米一样，稻米上面都会有一个，你去看那稻米画起来图案都是这样，然后这边右上这边会缺一角嘛，上面缺这一角就是麦芽，就是稻米的芽，米芽，但是麦子也会有，所以这个芽是干嘛？就是等于是生命的起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边开始长出来。即便那个什么黄豆啊、绿豆啊，我们在做那个豆芽菜一样，都是它上面有一个芽会长出来。那这个芽要长出来，一定需要动力嘛，一定需要能量嘛。所以这个芽刚冒出头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高，就一点点而已哦。就是相较于那个麦子来讲，它只有一点点凸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要发芽了。这个表示说麦子内部自己启动的这个我要生长的机制啊，所以那个控制那个水的多寡或什么那个都需要技术哈。当麦芽长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一桶子里面或者是那个平铺的地方就开始长出一个小小的芽头出来，不能太大，一定要是刚长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就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我刚刚讲说 lager。lager 或者是 wheat 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大麦、小麦的名字，但是长出来这个东西，他们有一种统一的说法，叫做 malt，M-A-L-T，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为麦芽，这很简单嘛，可以理解麦子的芽。然后这个一旦开始长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各种方式降温啊，降低那个发酵槽的温度啦，或者是有没有升温，我是不晓得了。反正升温应该也是可以啦，就是反正你改变它温度，让这个麦芽突然就丧失了这个可以发芽的环境。但是我们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刚提过了，不管是米、麦、马铃薯等等那些里面都是淀粉为主，所以这个这个芽就算要长出来，就好像酵母要去发酵一样，它也没办法直接使用这个淀粉，它也是要分解成为单糖，这些芽体就是才能够利用单糖去转化成能量，去开始往上生长，就是代谢嘛，不是代谢，它叫做这应该叫做繁殖吧，那种繁衍的作用哦，有一个专有名词我忘记了，代谢不是，代谢是偏向我们在讲在为了生存而战，那个叫做代谢，就要有能量，要吃饱这样。可是它那个目的并不是要吃饱，他们是为了要成长出来，甚至要繁衍，所以你可以把它就是为了要生长，所以麦芽本身呢，其实任何的那个只要是种子类的东西都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一定要长芽出来嘛，那芽一定要利用种子里面的这些能量嘛。即便是水果也是一样哦，因为水果我一直讲说水果跟这个谷类不一样，其实
如果你推回到种子的部分，它们也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水果外面的那层果肉很膨大，所以那个果而且很鲜不是鲜美，很香甜，所以即使葡萄我们也讲白点，我们也不是用我们是用葡萄的果实来酿酒，并不是用葡萄的种子来酿酒。可是米或麦，我们是用它的种子来酿酒，大的种子。那种子兼果实了，所以这个麦芽一出来的时候，它把它利用各种手段，可能低温，可能这个停止供水，或是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加热，让这个发芽这个过程中中断了。中断的意思是，并不是说它就把它死掉，而是说，算是死掉了。但是它要的就是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它为什么芽能够长出来？表示说它里面的淀粉已经在某种机制的状况下转化成为单糖了，然后使得这个本来的胚芽这个位置呢，接收到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直接就可以，它有能量可以往上长出来了。至于这什么机制呢？这就自然的机制，就是不管麦芽或者是米的芽，就是在有良好的环境底下的时候，适合的环境底下的时候呢，它会分泌出这种酶，所谓的淀粉酶，或者是讲说什么糖类转化酶一样了。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淀粉转化成为多糖，要转化成为单糖。这个步骤就有一点，其实米也可以自己做得到，但是酿清酒的等不了那么久，所以他们的做法，或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曲菌来进来。当然，他曲菌进来去进行这种糖化的过程呢，目的也不是为了糖化而已，它还有别的特别的思考的方式哈。那这个部分等到我真的在讲那个清酒酿造的时候，我再谈。那啤酒这部分，因为不是我们的主轴嘛，我简单带过就好。就是说，它当发芽的时候呢，它把它停住，让它不再生长，目的是我要留住你的这个转化酶，就是淀粉转化酶，或是糖要转化糖的那个酶，它留住了之后，所以每一颗的 malt 上面的麦芽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酶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把它磨碎，因为已经弄干了嘛，把它晾干了之后，然后把它磨碎，磨碎了之后呢，再把它这个磨碎的这个沫的粉，再加上热水，然后开始去煮，这个温度不用太高，我要煮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就成为这一锅里面就是有沫的粉，再加上水，那煮起来想当然一定就是糊糊的这样，勾嘛，糊糊的状态嘛。你可以把它联想成这个粥一样，类似像这样状况。当然它没有那么的稠哈。那这个也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这样的东西已经形成这样的东西呢，叫做 mash，M-A-S-H， 不知道是 mash 还是 mash， 反正就是 M-A-S-H，mash， 我都念 mash 哈。然后这种呢叫做麦芽汁，注意哦，我还没有丢那个酵母。那你说有野生酵母进去，当然在以前早期年代会有，可是因为你在加热的过程中，其实酵母到某个温度也会死掉嘛，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麦芽汁，我们可以讲说，以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单纯的把麦芽分泌出来的这个酶，然后把这个淀粉呢，剩下那个磨碎，然后和水是溶剂嘛，然后把它在这一锅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甜甜的麦芽汁，还没有发酵，因为它一样，它跟那个清酒一样，它的酵母是后面才丢进去的。但是讲到这里，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很熟悉的好像你听过的东西，叫做什么？崇德发麦芽汁啊，有没有听过？很多个什么麦芽汁，这在国外很常见嘛，台湾没有嘛，因为我们没有麦子嘛。麦芽汁就是 mash 这个阶段，你如果把它冷却了，这时候不发酵，把它冷却过滤掉，因为它上面还有壳啊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你把它过滤掉了之后呢，剩下这一罐呢就会
因为还有一点点发酵，可能会带一点点气体在里面，但是呢，基本上它属于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超低酒精的一个营养品，或是把它不认为是一个酒精的营养品。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本身有麦芽的那个营养素，麦芽也很营养啊，就像胚芽米，我们讲的胚芽很营养，至少里面那个维生素 A 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嘛。然后这过程中，而且它不像日本一样把精米精到乱七八糟了，就是一些营养素都没有了，它是单纯的就是麦子发芽出来，那是最健康的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所以我常会想说，我们有些东西要举一反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今天如果把米拿去发芽了之后，刚发芽出来的叫米芽，米芽要怎么讲？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称呼，可不可以照样去磨，然后照样去做这样类似的事情？我们唯一要注意到就是那芽只要透出一点点，就要赶快停止了。那你怎么停止？我刚刚都讲过了，你放到冰箱里面冷的，它也有可能也停止了，或者是你把它温度再提高，也会停止了。干燥它也会停止了。磨成芽之后再丢那个水进去，然后再去煮，然后再过滤掉，那是不是一个米芽汤了？米芽汁了？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但是麦芽汁呢，这些东西呢可以拿来直接就贩卖。如果我不进行接下来的动作，这个东西很有营养，所以我们常会听到说啊，你喝麦芽汁去好事多买那个麦芽汁，崇德发或哪一家的麦芽汁，喝了对身体是有营养了。可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有糖，所以就是好像也不是很好。但是它那个糖基本上是葡萄糖，葡萄糖的话就是葡萄糖对人体不会是不好啦，但是当你要运动嘛，不要像我这样变胖，要运动，然后你如果是以正常的生理代谢来讲的话，你喝麦芽糖，如果你要补充糖分的话，不是在晚上的时间，早上起来喝一杯麦芽汁，麦芽这个对，就崇德发的麦芽汁，对人的身体其实有好处的，因为里面很多就是对人类有营养的这些物质。麦芽汁呢，过滤掉做成为麦芽汁之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继续煮沸，煮沸到一个程度，我还甚至已经都不，已经都成为那种沸腾的状态底下呢，你慢慢去煮，慢慢再去搅。我先把话题扯到另外一边去慢慢去煮，慢慢去搅，搅到后面呢，它就水分就越来越少嘛，会越来越浓稠。搅。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我先不要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讲最单纯的做法但是这种当成本最贵麦芽就是不是台湾土产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要做纯粹的麦芽就是麦芽汁再去煮的话是比较花钱的，但是我先讲纯粹的东西那你这个东西煮到最后水分变得很少，也不要把它煮到都没有水分就是水分很少，相对于糖就变得很浓稠了。因为我讲过还没有发酵，而且这时候你在煮的过程中，因为温度很高，然后再加上那个糖，就是葡萄糖相对的浓度越来越高，就糖分越来越高了，所以根本那些杂菌都没办法生长了。所以这个麦芽汁煮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麦芽糖，就是我讲的是传统的麦芽糖，就是拿起来一锅，拿勺子一舀起来会让稠稠的会牵丝的那一种的，这就是麦芽糖，从麦子过来的麦芽糖，这过程中也不会发酵，所以麦芽糖呢，可是这麦芽糖已经在煮的过程中呢，因为它加速化学反应，其实麦芽糖是双糖，它就是我忘记是2个葡萄糖粘结在一起还是怎么样，但是它容易分解掉，所以麦芽糖其实也算是一个健康食品。纯正的麦芽糖的话，因为它很容易水解掉，所以它的过程就是去掉水你只把水加进去而已然后把温度降下来，然后这个加进去。我们市售麦芽糖那个温度都已经降下来了，但是我也有买过刚刚煮好的麦芽糖，那拿起来一锅热热的，一瓶上热热的。一切都要从种麦子开始，就是让它发芽开始。但台湾的麦芽糖，其实我看过他们在种这个东西，其实那个芽让它长得更高。我是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做了，但是
它其实芽长得差不多这么高，它也是把那底下把那个芽剪掉，用底下的东西来熬而已。所以我们的麦芽也没有什么青草的味道啊，但是它就是做法原理是差不多的。把分支扯到这边来。好，那如果说我这个煮的过程，我不要把它煮的煮沸了，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水全部煮掉，这时候我再丢入一个东西，所谓的啤酒花。啤酒花，我记得它叫什么蛇麻吧，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各位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到。啤酒花呢，它会长球果，球果就是有点像那个松树那种球形那种果，但是它不是木质花，它是花的形状，然后里面有种子，叫蛇麻粉还是什么东西的啊？这个但是它当然不会只取种子，它是整个把啤酒花丢到里面去。这种植物的球花这种东西丢到里面去，然后开始去煮，也有可能是干燥的了哈，丢去煮。然后这煮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啤酒花在煮的过程中呢，煮越久其实它会越苦哦，这个里面它那个苦的物质会散发出来，但是它同时也会赋予这个它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哦，酚类啊什么的，没有单宁啊，就酚类的物质什么进去。然后它也有一些，它会产生香气，所以啤酒的香气呢很重要，就是单纯的啤酒，大麦啤酒、麦芽啤酒，它的香气很重要，是来自于这个啤酒花的加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啤酒的这个大麦啤酒的原料表里面一定会有写麦芽，然后会写啤酒花。水，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去联想台啤啊，或者做了一些什么凤梨啤酒、芒果啤酒是什么时候加入，都是在这个时间加入的，只是它并不一定是同时加入，因为你要看它萃取这些物质，就是这些物质浸泡在里面，它的温度要最适合，因为你还是要果香嘛，所以甚至加果汁等等都有可能。反正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该加的东西加，这个就是，而且加上可能还有分层，就几次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状况底下去加。好，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混合啤酒花有很多种啊？有没有可能去混合其他的？这个都是可以去做变化，就是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做变化的部分。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在让这个麦芽停止发芽这个阶段呢，它也是有各种变化。各位只要记住这两个变化是影响到最后啤酒它的风味的最大因素就对了。一个是停止发芽，那各种方法，我可以很坦白讲，影响最大的就是如果我用烟去熏它的话，熏这个麦芽其实就是高温嘛，烟嘛，然后去熏它的时候呢，本意是要用提高温度去熏这个麦芽，让它暂停发芽，或者说停止发芽了。可是，在过程中熏的过程中，有些那个就好像我们在做这个什么熏鸡翅啊，熏什么的，熏火腿什么，用木头啊什么去熏，它就会赋予这个被熏的东西上面会有一层被 coating 的一层那种熏的那种芳香物质。麦芽也是一样，如果你熏了，它就有味道在里面，那这个味道就会影响到最后的味道。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请各位记住，熏的过程就是停止麦芽生长呢，这个是各种手段都会影响到啤酒最后的味道。然后同样的，当我们这个麦芽汁在煮的过程中，我们这时候就不用到很高温去煮，当然也是就是要控制啊，你可能不够时候再加水什么的，去控制这个。在煮的过程中有杀菌，然后又有就是加入一些像最主要是啤酒花进去，因为煮到某个程度之后，你觉得 OK， 这个就是看酒厂自己的理念，或是他们的经验，而且我讲过可能分很多次，中间可能还会再做调整。那如果你是要再做调味，也是在这个时候弄，你觉得 OK 了，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物质给那个
哎呀，我忘记物质要先捞掉还是什么，应该是先捞掉吧。反正你再丢这个酵母进去，他们用的酵母就不是那种，就有点像是葡萄酒，有点像是清酒一样，是用特殊的酵母去弄，它就已经不是像葡萄酒那种所谓的野生综合酵母啊，包含什么乳酸菌啊什么那些有的没有的，不是，它是单纯的酵母去发酵。这时候发酵，它温度就要降低了，因为你要让酵母能够生长嘛，所以温度降低之后呢，严格在低温底下发酵。这个时候呢，发酵到差不多5度左右，通常都5度啦，因为啤酒通常都5度嘛，4.5、5度。当然，你有看到那种度数更加，那就是把它发酵的时间拉长而已。然后发酵让它产生啤酒，就这个整个转化就成为啤酒了。但是各位要想说，奇怪，那这样不是还留很多糖分吗？第一个是麦芽，如果你刚刚煮成麦芽汁的时候，那种糖分其实很少的，就是你不要以为它就是跟冲得发不是很甜，那个是都已经一再去煮，把水分都去掉很多了。就像麦芽糖是煮到最后，那是已经是最极致了。其实麦芽糖也不会很甜哦，也不会真的很甜哦。一方面它是双糖，二方面是因为它本身那个糖分就没有像光合作用产生的果汁什么那些，或是精炼过的糖一样这么甜。那麦芽汁的糖分其实没有很多哦，就是有，但是它可以支撑它发酵。然后即便比较多的糖分，它也会想办法让它去，比如加水做调和或什么的。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就是各个玩啤酒酿酒的厂商，他要想办法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技术，所以啤酒也是需要技术的，因为你在发酵过程中也会产生气泡，然后也有香味，然后你也不希望啤酒，我们都不希望太甜嘛。像前阵子我在 Seven 有看到日本有一款啤酒是号称零糖度的，零糖度要怎么做到的呢？它会特别这样标明出来零糖度，当然是要跟你讲说这可以减肥啦，但是不要忘记了，酒精就是热量的来源。可是当你糖分越少越好，但它既然会标明零糖分，表示什么？表示很多啤酒里面都还是有残糖的。实那个残糖呢，因为人在1公升的液体那个水里面4克的糖是比较灵敏的人是可以感觉出来，这个1000公升的这个液体里面呢，这喝起来是有点甜甜的，但是越往多就越明显了。但是一般人的极限大部分都4克糖而已。啤酒这样的东西呢，它在酿造的过程中呢，当我达到了我需要的酒精浓度之后呢，它就会去控制，然后让残糖可能低于这个4，低于4其实你喝不太出来，所以才会有日本那个他说他甚至把这个糖都全部用光光了。怎么做我们不知道，那个各位可以去找我看，那个应该叫 Super Dry 吧？但是 Super Dry 那是另外一个品牌，麒麟吧，还是那个不一样的意？他的意思是说很辛口啦，很不甜啊，但是它有没有甜有没有到0，我们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因为新出来这个啤酒它上面写0，它特别标明0，很大的字在上面，表示说别人做不到，我做到了。好，我们用常理来推断就是这样。到这个阶段呢，这个啤酒就酿造好了，而且里面呢已经富含了啤酒花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你有加料。我们先讲单纯的啤酒就好了，就啤酒花的味道了。这些也都捞掉了。这个时候呢，在经过过滤，在第2次的过滤之后呢，让它变得更就是更无菌、更精粹，然后装瓶。装瓶之后呢，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装瓶就贩卖，或者生啤酒这样贩卖。第二种呢，那生啤酒贩卖通常都是要桶子啦，或者是18天的这生啤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怎么做出来，但是原理上是这样子哈。可是呢，有另外一种啤酒呢，是在发酵好之后呢，它会装瓶，但是它会先放在储藏室，低温储藏室存放个大概2个月到3个月。哪一种啤酒呢？那就要谈到啤酒的酵母。我刚刚讲丢酵母进去，那酵母当然有很多种啊，就跟清酒酵母一样很多种啊。但是我们在这边不去分太大类，只分2种，就是
有一种酵母呢是可以在它在发酵过程中，它是待在这个所谓的mash 这个啤酒液的这个，那不能叫 mash，那应该是已经过滤掉，就啤酒这发酵液的上层，好叫做上层发酵，这个酵母是最主要在这边进行的。然后这种上层发酵呢，这是跟酵母本身的特性是有关的哈。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上层会酵母，我也不知道，我不是酵母，对不对？但是有些酵母它就你可以观察到，它就是比较在上层聚集的上层，嗯，所以那个发酵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先过滤，这个我要再查一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啦，就是问题是你今天反正它最后都要过滤嘛，那你发酵的过程中应该是那个还在哈，这个啤酒花什么那可能都还在。我讲错了，不要怪我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查一下就好了。你要知道整个过程是这样，上层酵母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酒体的颜色会比较深，但是它会比较富含果香。颜色虽然比较深，但是会富含果香。我觉得颜色比较深，最主要是因为它会萃取到那个上层的这些物质啊，比如说反正上面浮了一些东西嘛，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是有影响到？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啊，最主要是果香颜色比较深，然后喝起来比较清爽，比较清爽哦。注意到颜色比较深，可是它喝起来比较清爽。那这种，嗯、不是比较清爽，颜色比较深，然后喝起来瓜果香气比较明显。那这种的啤酒我们叫做，因为这种酵母呢，类似这样会在上层发酵酵母叫做艾尔酵母 （ALE），艾尔 yeast，艾尔酵母。以这种艾尔酵母发酵产生的呢，基本上就是颜色会比较深，有果香，甚至有柑橘的味道，然后颜色比较深。我记得还有一样什么东西哦，它相较于有些酵母呢，它是不是在上层，是在下层发酵，我们叫做下层酵母。下层酵母英文叫做 lager，lager 吧，大麦也是叫 lager。我要去查一下哈，lager 拉格啤酒，以这种底层酵母所发酵出来的这个，我们叫做拉格啤酒。底层酵母的最主要是它发酵出来的那个酒体会比较没有果香，最主要是没有果香，会比较有麦子的味道，然后它的酒体颜色会比较清淡，会比较清淡，因为它在底部发酵，默默的发酵，它没有接触到上面的那些东西。那这种所谓的上层发酵跟底层发酵呢，其实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因为有没有可能混合，或者是说有某些酵母有这样的上下的特性，我们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传统上会分成所谓的艾尔酵母跟拉格酵母，然后传统上都会认为说拉格啤酒喝起来是比较清淡的，比较没有没有果香，可能比较偏向花香果香的，然后或者比较偏向这个麦子的味道，然后上层的话比较偏向果香这样的东西。所以以清酒酵母跟那个葡萄酒的那些野生酵母来讲，他们都比较属于上层的酵母，他们都比较属于上层的酵母，这个一定要记住。然后那种属于底层酵母，这个在啤酒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常看到的像，我昨天才查资料，像台湾啤酒啊，或者一些台湾啤酒或日本的一些啤酒等等，好像都是下层酵母为主。这个如果有错，我再更正哦。我们先讲是下层，因为我印象中你台湾啤酒你没喝过那种所谓的有果香的，我讲的自然果香，不是加芒果加凤梨那种果香哦。所以他们都是下层发酵为主。那这种上下层的发酵呢，就会使得这个不是葡萄酒，这啤酒的风味就很明显的不一样，包括它的酒体，还有它的香气，还有它的口感，还有它的颜色。当然也有所谓介于中间的产品，比方讲我之前讲的拉格登，那个豪格登那个比利时的啤酒，
它属于上层发酵，它是艾尔酵母，但是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么深，它比较偏向金黄色，而且浅黄色。然后它的那种果香是比较偏向于那种柑橘类的味道，它是等于是把那个我觉得是把那个酵母啤酒花发挥到极致的那种酒。那这种两种类型的酒呢，就造就了啤酒有不一样的风味。但是无论如何呢，严格来讲，他们都是大麦啤酒。然后这个有关于这个前面讲这个发芽的麦芽末这个部分呢，它会在影响到了就是未来我们要做，如果你这些酒酿造好了，你不是要拿来喝的，你是要接下来直接就去蒸馏的话呢，就好像葡萄酒蒸馏完会变成白兰地，我讲都是这个通称吼，然后把清酒酿造完之后拿去蒸馏会变成米烧酎一样，把这个麦芽酒拿去蒸馏之后呢，初制的发酵完之后拿去蒸馏之后呢，会成为所谓的 whisky。蒸馏出来通常都是90%几啊，那个浓度都90几这样，最低有70几。如果是已经蒸馏到最后了，但是至少都有90几。那这些部分呢，蒸出来基本上就是一股轻轻的，不是轻轻的，就透明的，接近透明的白色的这个酒精哦，很纯的酒精。那这个东西它就是 whisky 啊。那为什么 whisky 会有颜色？就是拿去桶子里面去盛放嘛，盛放几年几年几年，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所谓的 whisky 号称几年几年几年这个的根本原点起点就从这边开始。你想想看哦，为什么放多年一点的 whisky 在桶子里面放多年的 whisky 会比较贵？因为它从蒸馏完之后，我1965年蒸馏完2000年才拿出来，你看中间有35年的成本哎。你要虽然说高酒精度比较不用考虑到这种所谓的恒温啊，或者是这种恒湿什么的，因为它酒精浓度高嘛，也不用担心它会有那个杂菌的生长，但是它要去慢慢去吃这个木桶里面木头的颜色，或者是氧化，或者是木桶本来它是装什么酒，它里面就是在进入酒的本体里面，所以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讲说，今天什么雪莉酒桶啊，这个波本酒桶啊，甚至有葡萄酒桶啊，这是贵腐酒酒桶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桶子，它不是容器而已，它还身兼一个任务，就是在这长达不管是35年、25年、10年、6年，它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它会把它桶子里面本来已经吸的那些，不管是就是它原来装的，比如说雪莉酒，它会把那个雪莉酒的一些，我不会讲说它是雪莉酒再渗回来，因为基本上里面是没有雪莉酒。可是你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因为它装雪莉酒装那么久了，所以你今天它可能就会再回来，然后使得这个我们讲说，所以很多喝喝威士忌说啊，因为它有经过雪莉酒，所以它有雪莉酒桶，所以它有一种淡淡的甜味，雪莉酒的甜味。请问什么叫雪莉酒的甜味？雪莉酒，雪莉酒一定是甜的吗？这我很喜欢问的问题。你先跟我讲，你知道雪莉酒叫什么？不然你去讲那桶子没有意义啊。就好像我跟你讲，它有葡萄酒的甜味，你那葡萄酒有很多种啊，有气泡白酒、甜酒、红酒，然后这个粉红酒，这个加烈酒。请问你讲的葡萄酒是哪一种，或者哪一种葡萄？这个你不讲清楚，你只讲一个葡萄酒的桶子，就像讲贵腐酒，贵腐酒有很不同的桶子，不同的那种葡萄的组合，生命用啊，加上 Sauvignon Blanc，它怎么去做比例的组合，那都会影响到味道啊。所以你不能只讲说有贵腐酒味道，贵腐酒味道什么叫贵腐酒的味道？所以我常常听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要研究 whisky，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个比基本还要再高一点的葡萄酒的知识，不能讲常识，不然你去谈那个东西，就风花雪月，就是太容易就被打枪了。就好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广告，他讲 whisky 的，经过了，反正他有一个桶子是经过雪莉酒桶，他把雪莉酒桶就化成那个呃紫色，里面装了紫色的酒。雪莉酒第一个，它不是只有那种紫红色的甜雪莉酒，它还有那种褐色的那种的
干型的雪莉酒，它也有几乎是无色的，非常干净的，的那种雪莉酒，而且雪莉呢，那种干型的雪莉酒才占了大部分，没有颜色的那个占了大部分，有一点棕色的也占了一部分，这两个占了绝大部分，所以他统治花那个雪莉酒，他可能是在讲说他用的是甜的雪莉酒桶，这我就同意。但是你如果没有讲清楚，你只是讲雪莉酒的话，会造成误解，会造成误解。把东西拉回来，也就是说，嗯，酿造过程我刚刚讲过了，发酵就会那个的长麦芽把它停止，这个过程中会影响到酒的最终的结果。其实它影响最大的是到最后面这个结果，当然也有影响到这个啤酒的结果哈。最后面就是 whisky 这个部分哦。然后你在煮的过程中，你放的这个啤酒花，其他那些东西呢，也会影响到它的结果。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上层酵母、下层酵母也会影响到结果。上层叫艾尔啤酒，下层叫拉格啤酒。我现在一直在想说，大麦跟小麦都是大麦也叫拉格，然后底下拉个啤酒，那字有没有一样？我要去查一下哈。但是你如果用中文来想，就是一般人都讲就拉格啤酒，然后艾尔啤酒。但是这个我讲过，这个不是绝对的，上层酵母和下层酵母不是绝对的，它还是透过一些科技的方法，或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呢，会使得即便上层呢，也不见得这颜色一定很深啊，下层呢也不见得颜色一定很浅。然后酒精度也不见得会保持在一定是5%，它可能会比较高哦。修道院的啤酒呢，有些都10几的那种的，也是很浓郁的。或者你可以把它讲这是黑啤酒，这是白啤酒什么，这个都很多种了哈。嗯，如果我中间有讲，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准备哦。如果那个英文字有讲说，我再补充在我的那个影片留言的地方，或者是说明栏那个部分。但是我想这样讲，就已经几乎简单的介绍了所谓的啤酒的生成方式。当然最后还要过滤啊什么的，把那些杂质去掉了。那上层啤酒的部分，上层的啤酒，通常它不会马上装瓶，它通常它装瓶之后不会马上上市，它会把它放在呃低温的储藏室呢，再存放个2、3个月，因为它要让它更融合在一起，更融合在一起呢，因为表示说上层它会有比较多的东西影响到这个啤酒本身，所以它希望里面这个东西是均匀分布的，甚至有化学作用，化学分子的作用，让它产生出更浓烈的香气。那放两三个月呢，然后再拿出来卖。那个底层啤酒，下层酵母所发酵酿造的这些啤酒呢，拉格啤酒通常就是装瓶，它可能就贩卖，可能有杀菌啊，消毒在贩卖。反正如果没有杀菌消毒了，就是不是消毒了，杀菌了哈，基本上我们就称为生啤酒嘛。那表示说里面可能还有酵母啊，还有什么的。那个上层啤酒呢，在送到那个储藏室的时候，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杀菌的，所以在这过程中还会有少许生存的酵母，虽然它已经过滤过了，会有少数生存的酵母会在瓶子里面进行类似这个瓶内二次发酵这样的作用。但因为它里面没有额外再加糖嘛，没有像那个呃香槟酿造后里面还会再 dosage，还会再加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没有，它只是把它捞出来过滤掉之后放进去。可是因为残存的物质在里面呢，还会造成稍微的发酵。这个发酵因为瓶子已经封住了，所以那个通常这种上层发酵的啤酒呢，所谓的艾尔啤酒呢，它的气泡会比较细，而且会比较多一点，比较持久一点。然后理论上喝起来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更辛口、更 dry 就对了，因为它发酵会用到糖嘛，它放进去就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不是单纯只是说啊，我故意要把它放一阵子，不是，它真的是故意的，但是它就让它有第二次的微微的发酵，然后这个香气的综合产生更多，然后而且这个里面的物质平均的分布，风味会更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艾尔啤酒跟拉格啤酒的不一样。那当然每个人喜好的东西的感觉不一样，因为
拉格啤酒喝起来是比较有麦子的味道，就是比较像一般我们喝啤酒，所以我说什么台湾啤酒什么那些都基本上都以这个为主。日本的啤酒也是一样，美国很多啤酒也是这样子。那上面那个反而就比较像精酿啤酒那种味道啦。我不是说底下这不是，我说上面那个感觉比较像。那因为这样讲一讲也55分钟了嘛，所以我昨天没有停住的话，讲起来就变成1个小时半了。可能就差不多2个小时，这样太长了。那小麦呢，可不可以拿来酿酒？一样，程序一样，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把大麦换成小麦就好了。小麦也会有麦芽，那个是不是也叫 malt？我不晓得，malt 是不是专属于大麦芽？我抱歉，我没有去查这些资料哦，因为啤酒不是我的专攻的项目。但是小麦酿的啤酒呢，因为它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它的蛋白质会比较丰富，喝起来会比较有麦子的味道，所以呢，呃，一般来讲，小麦啤酒在市场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的。你想想看，你一生中喝过几次小麦啤酒？如果没有特别标明的啤酒，基本上都是用大麦来酿造的。用小麦来酿造的啤酒的香气比较不够，通常只有麦子的香气而已。那小麦啤酒的会喜欢小麦啤酒的人一般比较少，但是呢，在台湾呢，现在应该还买得到，就公卖局有，就台湾台啤啊，它有出小麦啤酒，它的颜色是用棕色吧，棕黄色的那个瓶身，各位可以去找，那个应该还买得到小麦啤酒，Wheat， 小麦啤酒，你可以比较一下小麦啤酒喝起来味道跟一般的啤酒，不管日本啤酒或者台湾啤酒那种用大麦来酿造的，不管是艾尔啤酒或者是拉格啤酒，它的风味有什么差异性？那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吧，就是有关麦子的，就是梅亚酒哈，所以为什么讲说梅亚酒？我一直在想那梅亚那个 A 亚到底那个 A 这个字到底是麦子梅亚，我们可能闽南语可能麦子，还是它那个是牙的那个音呢？我搞不太清楚。但是就传统的古早的老一辈的台湾人讲，哎，你别啉梅亚酒哦，他们不会讲说我们要喝啤酒，那啤酒是谁发明的我也不知道，beer 可能就是 beer 翻译过来的吧。但是其实它是，呃，我没有去查，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之前讲那个 wine 是所谓的酿造酒的原型的话，葡萄酒叫做 grape wine，清酒叫做 rice wine，那麦芽酒是不是可以称成 malt wine，对不对？但是 malt wine 人家听得懂吗？应该人家讲 beer 吧，或是 lager，或是 ale，对，lager ale，或是 beer 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啤酒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完，这个部分我昨天就讲了，它跟清酒之间还是会有关联。什么关联呢？这个我就再卖个关子，这已经算是那个啤酒的酿造的一个简述了哈。抱歉，我把那个英文字再查清楚，再跟各位讲哈。但是啤酒还有一个秘密，特别是在东方还有一个秘密哈。我讲是用大麦酿造的啤酒，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用大麦酿造的啤酒。这部分呢，我会在下一期再来补充。这一期就到此为止，我要准备，等一下下午要去台北，我要去拿药哈。拜拜，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对，这个啤酒是其实是应该是台湾销量最好的酒，还有烈酒烈酒那个真的在酒店里面一大堆啊，真的。但是烈酒很容易造假啤酒没有人在造假啊，应该很少啦，因为啤酒那种东西利润很低嘛。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所以也许以后我自己来酿啤酒吧，因为听起来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今天还要讲麦芽糖麦芽糖怎么制作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去再发散再去思考。麦芽糖是好的糖，请记住麦芽糖是好的糖，麦芽汁是营养的物质
好，是营养的物质，所以我们要修正我们的概念，好，这些部分只是你什么时候使用而已。然后我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说这是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氨基酸是鲜味的来源嘛，氨基酸很多种，里面有什么谷氨酸、什么什么酸、鸟氨酸什么，那个是会产生鲜味的。那这些酸呢，这些氨基酸呢，来源都是来自于蛋白质的分解。蛋白质的分解呢，透过不同方式去分解，分解酶会产生不一样的这些氨基酸。那小麦啤酒如果有这么多氨基酸的话，那如果我们有听到朋友要做什么啤酒鸡啊，或什么东西的，或是你要煮一个菜里面你就故意要放啤酒的时候，你会用什么啤酒会比较好？小麦啤酒，因为它同时有氨基酸在里面，就是有类似像味素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当然它不是味素啊，我意思说它东西就比较多，就好像你要煮这个煮菜，你加米酒或者加清酒，加清酒一定会比较好，比较好吃。拜拜，按赞、订阅、分享，拜托。